陆会长，老爷，陆会长，陆会长，快去叫医生。好。凶器查过了吗？是骆家的藏品，原本放在客厅银桌里，凶器上有指纹，但无法和家中其他人比对上，所以我们认为，指纹有可能属于骆少川。指纹跟家里人都比对过了吗？除了骆少川以外的所有人都比对过了。我说的是所有人，也包括骆会长。开什么玩笑？他这个姿势，怎么可能自杀？试试看就知道了。谢局长，麻烦你了。你想想啊，他和大哥是青梅竹马，那大哥穷的时候，他怎么没想着嫁过来呀？非要嫁给一个既酗酒又打老婆的男人，图什么呀？不就是图钱吗？谁成想啊，咱们骆家没2年就发达了，大哥就成了首富。没巧了，他和大哥又在哈尔滨重逢了，而且没2年，他们家男人就死了。这件事情警局已经结案了，你不要在这造谣生事。哟，谢局长，您忘性可真大呀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因为这件事情，您一下从一个警长成了副局长，眼瞅着这局长的位置都得让给您吧？这点猫腻儿，您还看不明白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骆会长这少了一张支票。哎呀，这些人都一样，要不是想从咱们骆家得点好处，能这么扒着咱们吗？别以为那个魏敏熙送你几条裙子、几管口红，他就是好人了。这事儿你少掺和，咱们走。魏敏熙谋杀亲夫。魏敏熙杀人的事情一开始就是从他嘴里传出来的。骆会长不娶，她就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她是骆会长的弟妹。当初骆家老二出门采办，不慎溺水身亡，留下了这个寡妇。骆家苦的时候，她确实没少出力。可后来骆家发达了，就闹着分家。骆会长瞧着静轩这个小姑娘单纯善良，想叫骆少川娶回来收收心，这倒好。这件事成了这个女人要钱的由头。你知道最不希望魏敏熙嫁到骆家的人是谁吗？肯定是白珊珊。他说魏敏熙杀人，本来我是不信的，不过什么？魏敏熙寄的信里承认了这件事，说人是他杀的，也因此被人勒索。那信呢？没找到。没找到？可能被骆会长给烧了，也有可能是凶手带走了。我找遍了整个骆家，都没有找到这封信。您还记得信里写了什么吗？记得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想和你说声对不起。这件事儿不知该如何启齿。这些年，我饱受着这件事带来的困扰，生怕有人会夺走一切，更害怕你会将我视为杀人犯。可事到如今，我不能不说了，我不想继续被人勒索，继续活在惶恐不安之中。我想告诉你，这个人是谁，可我又害怕你会受到伤害。可是信中始终没有说出勒索他的人是谁。魏敏熙害怕骆会长受到伤害，对于一个被勒索的人来说，最大的伤害莫过于害怕秘密被揭穿，而对于骆会长来说，最大的伤害就是爱上了一个凶手。魏敏熙到底是因为害怕什么，才不把这个凶手的名字告诉骆会长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唯一能找到的答案，就是这个勒索者，也是骆会长的挚爱，所以魏敏熙说不出口。现在能够全程通缉骆少川，我想警方必然已经掌握了更确切的线索吧。哦，对了，大约是8点50分，我便从书房中出来。啊，我以为老爷在叫我。
碰到方红，是骆家的一个下人，正在客厅里走动。走出大门后不久，又被一个冒失的小伙子撞到身上。那会儿应该是9点钟的样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不长眼睛！当晚，骆少川一直没有回家，而魏敏熙的信又说得不清不楚的，我们都害怕是这孩子犯了错，我就去酒吧找他。哎，谢局，少川呢？骆少爷，走了呀？什么时候走的9点过吧，差不多，可能是喝多了。今天确实是喝了不老少。知道去哪儿了吗？可能是回家了，我听他是这么念叨着走的。舅妈说骆少川走了，我就匆匆地赶回了骆家，正好碰见了方红。骆少川回来没有？少爷，要回来吗？当时屋里所有的人都没有听到书房传出动静，而现场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，所以我排除了外人作案。骆会长，老爷，骆会长，骆会长，快去叫医生。好。凶器查过了吗？是骆家的藏品，原本放在客厅银桌里，凶器上有指纹，但无法和家中其他人比对上，所以我们认为，指纹有可能属于骆少川。指纹跟家里人都比对过了吗？除了骆少川以外的所有人都比对过了。我说的是所有人，也包括骆会长。开什么玩笑？他这个姿势，怎么可能自杀？试试看就知道了。谢局长，麻烦你了。还没回来？哎呀，饿死我了！哎，沈夫人！呀，高警长，哎呦，沈夫人，谢局长让我来拿些资料，刚好您不在家。哟，买菜去了，这大冷的天，我来。谢谢啊。那司徒言呢？嗨，就是来拿他的资料的，他人在骆家这儿。哎，骆家这个不省心的白珊珊呀，非要现在就宣读遗嘱，这司徒律师走了急，忘了带。那么着急啊？不是说骆少爷都还没回来吗？嘿，还说呢，这个混小子居然敢弑父啊！今天早上我们的人去抓他，听说是先袭警后逃跑，这不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他。什么骆少川弑父？我们也没想到。慢点，慢点。谢谢。包警长，您先坐啊。司徒爷需要什么，我去给你取。不用，我知道东西在哪儿，我去拿就行了啊。那我给您沏杯茶。有什么茶呀？哎呀，别麻烦了吧啊！不麻烦，都是今年的新茶。听说司徒言和骆少川那小子认识，今后您要是遛弯啊、买个菜什么的，要是发现了，可得跟我们说一声。哎呀，这小子呀，连亲爹都敢杀。包警长，东西找着了吗？找着了，就这个。
那我送您出去。您不是说沏茶去了吗？熏茶。您不是说不用了吗？您可真实在啊！不是，我回去了，回去了。那不送了啊！好好好。魏敏熙寄出被勒索的信以后被杀，骆会长收到信以后被杀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如果这件案子是一个人所为，那么骆少川就不可能是凶手。但是我觉得两件凶杀案之间是没有关系的。从现场遗留的线索判断，魏敏熙的死有两个可能：一个是遭到抢劫，凶犯欲求不满，威逼魏敏熙交出更多的钱，最终失控，掐死了他；另一种可能，买凶杀人。对，有人不希望魏敏熙加入骆家。总之，造成的结果就是骆会长这几天情绪不好，激化了他与儿子之间的矛盾，再加上勒索一事，骆会长怀疑是自己儿子做的。骆少川当晚又喝了酒，两人不可能心平气和的谈话，最终骆少川失控，杀了他的父亲。那封信到底在哪？会不会被骆会长给烧了？不会，那是魏敏熙的绝笔信。昨晚我赶到现场是10点左右，窗户开着，并且附近有脚印，脚印并不规则。今天早晨我们去骆少川下榻的酒店抓捕他时，他跳窗逃走了，但我们从现场收集到了他的军靴，经比对，结果和脚印一致。窗帘什么时候拉开的？警方到现场后，那发现尸体的时候，窗户开着吗？开着。都给我量好了啊，仔细着点，别磨磨唧唧的。哎，我正想找你呢，你看现场就看现场，别碰坏我们家东西。看完了赶紧走。哎，这边来。好。你把这边也给我量一下。骆会长尸骨未寒，你就急着拆家？嘿，多新鲜呢！大哥都被人害死了，我不加固下窗户，等着坏人来害我呀？有意思吧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！别一个个都跟这个疯女人，最好别让我发现这件案子跟她有关系。骆少川从小娇生惯养，花钱如流水，因为要钱和他爸矛盾不断，气得老爷子2年前给他定下了和邹敬轩的婚事，想着结了婚能收收心。这小子倒好，跑奉天当兵去了，这2年倒是没见他再开口要钱。这个年纪的男人正是爱玩的时候，本就爱喝花酒，再沾上鸦片和赌博，那就全毁了。为人父母的难道会不替孩子买单吗？这个院子可真够大的，从这到书房得200米了吧？你们调查过骆少川的资金往来吗？他不是那种得了钱就能存得住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他的账没问题。慢点吃，别噎着了啊。不一样，你做饭真好吃。你是饿了，都是些家常菜，我还怕你吃不习惯呢。那家常菜啊，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饭菜，我很久没吃过这味儿了。其实我特别希望，等我醒来，这是一场噩梦，我爸还活着，他打我骂我都行。沈岩，以后啊，你就把我和司徒言当儿子一样，我们来孝敬。这锅包肉，我最喜欢吃，3甜3甜的，跟我妈做的一样。天底下的锅包肉都是酸甜的，
忙了一天了，你也饿了吧？谢师母。快走。查到线索了吗？有点思路。你这，你多麻烦呀！麻烦吗？个人习惯。司徒先生，您还说您不知道少川的下落吗？你跟踪我？大伯不是你杀的，你为什么要躲在这里，不去找谢叔叔？连你也怀疑我是吗？如果你没有问题，你为什么不敢见警察？你为什么不去找谢叔叔说清楚呢？少川，你们喝杯茶。静轩，谢华和司徒不同，司徒想怎么查这个案子都可以，可是谢华不行啊，他是副局长，他的举动代表的是警方的态度，他是审还是不审，那是用刑还是不用刑啊？所以说，这件事情在真相大白之前，当然是越少的人知道越好，知道吗？现在疑点太多了，而且警方先入为主的认为骆少川就是凶手，现在把他交出去，他不会得到公正的审判。我没有怀疑你，我也不相信你会杀人，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告诉你，不就等于告诉白珊珊了？告诉白珊珊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了吗？而且我已经让司徒言去找你了，可是你看，你已经知道了，还是觉得我有问题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我看过现场了，凶手从窗户进入你们家书房，在窗台上留下了鞋印，鞋印跟你在酒店的军靴鞋印完全一致。昨天下午你跟你父亲发生争吵，还有人目击到你回家，这些都是非常不利于你的证据。我是真的什么也不记得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还是奇怪啊？所有证据都指向你。不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指纹的线索要晚点再出来。你先跟我说说魏米熙吧。魏米熙？听说你不希望她嫁进来。我和魏米熙什么矛盾都没有，我不是不希望她嫁进来，我是气我爸。你说结婚这么大事儿，他说都不跟我说一声。其实我巴不得魏米熙嫁进来。我当兵那事儿，要不是他帮着我，我爸早就把我腿打断锁家里。那魏米熙前夫的死，你知道什么内情吗？你是不是听白珊珊胡说八道了？白珊珊不希望任何女人进我们家门。魏米熙前夫一死，他就造谣说魏米熙谋杀亲夫，所以他的话你一定不要听。可是谢叔叔已经查到他就是被人勒索，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？反正我是不相信啊。你父亲求婚后面几天，他把谋杀亲夫的事情全盘托出。可奇怪的是，他并没有说勒索他的人到底是谁。他告诉我爸他杀人了，不告诉我爸谁勒索他，这合理吗？所以警方也认为，勒索者就是你们家的人。他不说是为了包庇那个人，而更巧的是，这2年你再也没问你爸要过钱了。啊，所以我勒索他。我不问我爸要钱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在他心里，钱比我重要。我这辈子不想因为要钱这事儿再受任何的窝囊气了。我有我妈给我留的家底儿，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，我也置办了产业，所以我根本就不缺钱。何况我们家有人盯着呢，天天盼着分家，
就因为分家产这事儿，我爸活着的时候，白珊珊因为这事跟他干起了好几次。哎，对了，我爸死的时候，白珊珊干什么呢？我妈不是这样的人，而且谢叔叔昨天已经调查过了，我们都没问题。你和骆家是什么关系？少川是我未婚夫，我从小被姨妈带大，所以我们以母女相称。你最后一次见到骆会长是什么时候？晚上9点40左右。我听说大伯情绪不太好，就想着早点去说晚安。哦，我出来的时候还碰到了方红，她来送茶，但是大伯不想被人打扰，所以我就让他不要进去了。然后我就回到卧室和我妈闲聊，一直到你们来。姓名？你问我姓名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现在是怀疑我杀人是吗？你听好了，这一晚上我一直都在卧室，哪儿也没去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就是骆文生还活着，他也不敢这么跟我说话。我叫文英，是骆家的管家，负责打理家里的一切事务。因为今晚老爷要宴请您，所以我整晚都在厨房忙。晚餐过后，我收拾到9点30分，然后回屋给大家算这周的薪水，算到9点45分，我又去厨房给大家发钱，一直到10点05分，方红过来通知我们说，老爷遇害了。我们整晚都在一起。我们没有离开过厨房。我叫方红，是老爷的贴身仆人，专门负责伺候老爷的。晚上我什么也没做，就是跑前跑后的，还领过一回工资，还给老爷送过一回茶水。可是遇见静轩小姐从房里走出来，她叫我回去。当时是几点？9点45。但是，我回到厨房的时候，文一姐刚好来发钱。所以，只有我没有不在场证明。哎，你刚才说，我爸遇害的时候，他们什么也没有听见，很安静。那不可能是我呀，我们俩见面的时候不可能这么安静。你昨晚还有什么别的印象吗？再模糊的都可以。别的，没我戒指呢，我这两天戴戒指了，而且很紧，不容易掉的。夫人，干嘛去了？哦，我不太舒服，就去外面散散心，没注意时间。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你是个大家闺秀，这么晚一个人在外边晃，被人看见是要说闲话的。我下次会注意的。这家里没一个让我省心的。妈，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我还得交代你一句啊，昨晚上的事儿，你不许告诉任何人，长点心。您说骆少爷，是有一个人跟他在一起，有印象是什么人吗？大概是10点钟。哦，有一个人呢就在那儿。那个人啊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他在骆少爷身上分了老半天，没准啊是个小偷。喂，干什么呢？你的意思是，昨晚10点，他已经回来了？对。从这儿步行回洛公馆要多久啊？从这儿回洛公馆啊，大概20分钟。骆会长9点45的时候还活着，就说明你不是凶手。我有一个想法。什么呀？魏敏熙被人勒索，死之前他寄了一封信，决定坦白这件事情。可你父亲收到信之后，却发现他没有交代勒索的那个人是谁。很快他也被害了。勒索的人不是你，那么还有谁是值得魏敏熙去包庇的？他也没什么亲人呢，难道是我家里的人？
凶器就是你家的那把匕首，还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。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谋杀案。阐述了勒索事实的那封信，在案发之后就马上不见了。凶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勒索的人。那为什么他不杀了魏敏熙，永绝后患，对吧？他杀了，但是来不及了，信已经寄出去了。总之，这个人应该跟你家很熟悉。白珊珊和文姐，他俩都不可能是凶手，一个胆小，另一个还想当我小妈呢。所有的嫌疑人都有不在场证明，一定有什么问题。还有那张支票，什么支票？我们核对你们家的账目，发现少了一张支票。骆会长这少了一张支票。哎呀，这些人都一样，要不是想从咱们骆家得点好处，能这么扒着咱们吗？别以为那个魏敏熙送你几条裙子、几管口红，他就是好人了。这事儿你少掺和，咱们走。这就对了，凶手的目的就是钱。哎，拿走支票合情合理的。你让老谢去银行蹲点，谁去兑换，谁就是凶手。我再给你分析分析啊。白珊珊呢，成天问我爸要钱，给慢了，给少了，他就满世界造谣说我们家虐待他。如果非说他有作案动机的话，那就只能是钱了。静轩不可能，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。至于文姐嘛，文姐倒是有可能知道，我爸所有的事儿都要过她那一套。在我爸娶魏姨之前，全哈尔滨都以为他要娶的是文姐。你说有没有可能，他因爱生恨呢？因为他是最有可能买通我们家仆人。我们家仆人只听他一个，根本不听白珊珊这个所谓的女主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们家一屋子人，每个都心怀鬼胎，准备生你爸？都有不在场的证明，那我只能这么想。起来了。哎，我来。哎，慢点。这等以后啊，我找个人来过来伺候啊。不用，这些事情啊，我都已经做习惯了。司徒帮我这么大忙，我得还这个人情。想还人情很简单，一会儿吃完把碗洗了。这种事情怎么能麻烦骆少爷呢？寄人篱下就应该有寄人篱下的样子啊。去。谢局长让我来接你，等你再去他骆家。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。聪明，让你猜着了。你怎么会想到指纹属于骆会长？我怀疑凶手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嫁祸骆少川。为什么？案发之后，骆少川逃走，警方比对了在场所有的人的指纹，自然就会认为凶器上的指纹属于骆少川。昨天晚上，我去饭店调查了骆少川的不在场证明。10点钟他被人送回饭店，而饭店步行到这儿需要20分钟。如果是这样，那这屋里所有的人就都有不在场证明了。你加紧去找那天晚上我在门外遇到的那个陌生人。是。你怀疑凶手是里应外合，买凶杀人？谢叔叔。你们是不是有了什么新的发现？我们需要更详细的了解那天晚上你们都在做什么。多详细？情景重现。
静轩小姐。啊，大伯心情不太好，不想被人打扰，你先下去吧。好的。后来我就回到了卧室，当时就是这样，我向大伯说了晚安出来，遇到了方红。当时是9点45。你进屋的时候，窗帘是拉上还是开着的？我不太记得了。拉上的。啊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刚到现场的时候，窗帘是拉上的。那当时的现场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椅子，快去叫医生！好。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，椅子是斜着放的；第二次进来的时候，椅子又被放正了。当时屋子里的人有很多，有管家、二夫人、小姐和几个下人都在。我想当时可能是碰到的，除此之外，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椅子是，椅子被挪过，但椅子原本就是正着放着的。我出去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但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椅子就斜着放着了。我想应该有人来过。我想也是。谁问你了？那你进门道晚安的时候呢？什么？椅子。我也记不清了。你动过这把椅子吗？不就把椅子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这点事儿能说明什么呀？你们就不能把注意力放在有用的事儿上吗？你给我站住！这点事儿都查不明白，还喝什么茶呀？老爷真是9点45以后遇害的吗？邹小姐9点45的时候亲眼见过骆会长，我想应该不会错。我想此事应该不是少爷做的。为什么？我希望不是少爷做的。案发当晚你进屋以后，有动过那把椅子吗？那你还记得当时它的位置吗？你也去忙你的吧，有什么不清楚的，尽管来问我。司徒先生，你是少川的朋友，你不会让少川含冤的，对吗？我无能为力，除非什么？除非骆会长不是9点45以后被杀的。如果大伯是在那之前遇害的，少川就没有嫌疑了，对不对？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你大伯的人，9点45，这个时间也是你说的，难道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其实昨天晚上，你并没有去给骆会长道安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没见过他。我知道了，这是白珊珊让你说的，她害怕文生查到她就是那个勒索魏敏熙的人，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的杀人嫁祸。如果嫁祸成功，骆家就是他的；如果嫁祸失败，你嫁给骆少川，骆家也还是你们的。真是算计的周全。没有，我没有杀人，我妈也没有，我是撒谎了，我没见大伯最后一面。可我们并没有杀人。你们两个大男人干嘛呢？陷害少川不成，现在又想来陷害我们母女，告诉你们，没门儿！我们可没有杀人。我再说一遍，当天晚上我们一直待在卧室里面。你们要是有证据的话，现在就来抓我们呀！建轩，咱们走。事情没有交代清楚之前，谁都不准走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当初可是靠着我们骆家，你才当上了局长，现在敢跟我叫叫嚷嚷的，告诉你，跟我说话客气点。
要不然怎么把你送上去的？我现在就怎么把你拉下来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胡说八道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骆家花的每一笔钱，文一那儿都记得有账。要不要我们一笔一笔的来对一下啊？你不要避重就轻。邹景轩胆子小，不敢杀人，我看你敢！文一，拿账本儿。妈，你放开我！你就是太窝囊，人善被人欺。你这么窝窝囊囊的，他们才敢这么拿捏着你。走。谢局长。让我来吧，他俩不是凶手。行，你去问。我多一句都不想和这个疯女人说。我知道你不是凶手，否则你也不用冒险告诉我，昨天晚上9点45，你并没有见到骆会长。我保证，如果这跟凶案无关，我不会告诉警方，还有屋里的任何人。毕竟，你也不想让下人们通过这件事在背后交涉根本。我没有杀人，更不会嫁祸给邵川。我偷拿了大伯的支票簿，我当时是想把它还回去，给大伯认个错。我在门口犹豫了很久，不敢进去。景轩小姐，后来方红来了，我害怕，他问我为什么在这里徘徊，我就赶紧撒谎说，我是来给大伯说晚安的。我怕他发现我没有进去过，又说大伯不想被人打扰。结果，他邹小姐，逆来顺受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，根本不是你偷了支票簿。嗨，干嘛呢？欺负我们家闺女呢是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问就代表你能听懂。没错，我听得懂。支票是我拿的，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是我们家老爷和他骆文生一起拼死拼活打出来的，我用他点钱怎么了？你再看看他，还哈尔滨首富呢，对自己家人抠抠索索的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这家的钱也有我的份儿，我有权利花，不像有些下人。我直说吧，就那文一，表面上看老实巴交的，整天穿的穷嗖的，给谁看呢？一转眼跟一帮贼眉鼠眼的下人在一起，不知道憋着什么坏呢。妈，文一是管家里下人的，和他们走得近些也自然。你可长点心吧，啊！你以后还要管骆家呢，愁死我了。那天我跟张太太去看戏，一出门就看见方红从金店里出来，她都有钱打金器呢，文一管着账本做点手脚，谁知道啊？等邵川回来，我得告诉他，让那女人把账本给我交出来。是不是大伯差方红去做什么事儿啊？你大伯什么时候给过方红好脸色呀？让他去办事儿，就他那贼眉鼠眼的样儿，不行。等邵川回来，我告诉他啊，把这人也得给我开了。方红是什么时候来你家的呀？大概2年吧。哎，这事问文一去，我哪知道啊？我还什么事儿都管了。到底谁才是这家的女主人呢？警方查过方红的账吗？方红？我以为老爷在叫我。我听说大伯情绪不太好，就想着早点去说晚安。哦，我出来的时候还碰到了方红，她来送茶，但是大伯不想被人打扰，所以我就让他不要进去了。来人，到！大老爷，我冤枉，这都是清白的钱。清白？说说怎么个清白法？你在书房门口干嘛？偷听？
我没有。9点半的时候，我听见老爷在书房里和人说话，家里来人了，我总要沏茶倒水吧。等我沏好水的时候，我才去找的老爷。后来我遇见静川小姐，她叫我不要去打搅老爷。9点半的时候有访客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正准备说呢，你们叫我闭嘴的。那你现在说，访客是谁？我不知道是谁，那个人没走正门，但应该是个男人。他们俩说话声音太小了，我根本就没听清楚。没走正门，那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。我想他应该没有撒谎。我回屋的时候差不多是9点半左右，上楼梯时我也听见老爷在跟人说，近来伸手要钱的次数越来越多了。陆少川？不是。你听到的声音，知道是谁吗？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，我也只听清楚了这么一句。不过骆少爷这2年并未向老爷要过钱，老爷应该不会这么说他。算你说的是实话，那这些钱你做什么解释？我妈生病了，这是老爷借我的钱，文一姐知道。是这样吗？是。还有发现别的什么值钱物件吗？没有。骆会长是在9点半以后遇害的。还有发现别的什么值钱物件吗？没有。骆会长是在9点半以后遇害的。这么说，所以查来查去又回到原点了。他们短暂的还了我半天清白，为了证明我确实没有不在场证明，还把我爸的遇害时间提前到9点半了。要不是这事，我真不知道我们家人都变成这样了。这不逼着我去自首吗？可你去自首了，不就等于让凶手逍遥法外吗？案发当晚9点，谢华在你们家门口遇到了一个陌生人，听他的描述，这个人应该跟送你回去的是同一个人。警方已经开始追查了，不过也还没取消对你的通缉。一个谢华都不认识的陌生人，跑到我们家，找到我爸书房，我爸还恰好给他留了窗户。作案完之后，还把我这个醉鬼送回了饭店，这你信吗？可他是最有可能知道你喝醉以后行踪的人。他鬼鬼祟祟跑到我们家，还把我送回饭店，我怎么听着像我买凶杀人一样？当所有指向都朝向一个方向的时候，另一个方向就快出来了。香烟，卖香烟了！金启明，哎，司徒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找我吗？啊，有个事儿，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下。行，那我们进去说，我把稿子交了。哎，骆家的事。骆家。魏敏熙和骆老爷是少年相识，后来骆家背井离乡到了哈尔滨做生意，魏敏熙也就嫁人了。她的丈夫也是个生意人，挺有钱的，是她酗酒、家暴还拈花惹草。5年前，魏敏熙随她丈夫来到了哈尔滨，2年以后，她丈夫就因为酗酒而暴毙了。那魏敏熙呢？魏敏熙是在家中被害的，屋里有打斗的痕迹。警方的初步判断是流窜的劫匪作案。可是有一点很奇怪。什么奇怪？这骆老爷紧接着也遇害了。我觉得不会这么巧，所以我就深入的调查了一下。你还查到了别的事情？嗯。我托银行的朋友调出了魏敏熙的流水，我发现他这2年每个月都会支出一笔为数不小的存款。我觉得他这钱不会是藏在家里，或者是借给什么人吧？他在哈尔滨人生地不熟的，最熟的也就是骆家了。骆家没人缺钱，所以我在想，他会不会是被人勒索？而勒索的原因会不会跟她的丈夫暴毙有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魏敏熙在哈尔滨与骆老爷刚成婚不久，她的丈夫就暴毙了。其实我们报社的人吧，都不相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，但是迫于骆家的压力，这谁也不敢质疑啊。你可真是张嘴就来啊！她老公突然暴毙，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他不是警察在通缉？对啊，通缉呢。
举报我吧。罗少爷，我不敢，我也不会。只要司徒大哥相信你，我也相信你。你问他不如问我，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。我想知道魏敏熙这2年从银行取出的存款总数是多少？2万块。果然对不上。什么对不上？警方从方红的屋子里搜出了几百块大洋，这个数额差太远了。我想几百块大洋，方红啊，他一个月顶破天就能赚10块大洋，还几百块呢。他说是他母亲生病了，管家提前支给他的。其实他一个孤儿哪来的母亲啊？其实我调查过方红。不好意思啊，罗少爷，其实你家的每个人我都调查过，只是这个方红比较特别。他在去骆少爷家之前是在李记的李家办公，可是没干几天他就离开了，之后就住在16道街那边。16道街，新世界吃个饱，大舞台叫个好，新疆泉洗个澡，汇芳里睡个倒的地儿。那他很有钱啊。这个李记的李老板出了名的怕老婆，是在丈人的帮衬下开的店。前些年在汇芳里寻了个相好的，一直藏着掖着的，怕他老婆知道。但巧的是，方红也有一个相好的，也在汇芳里。不单单是在李家，方红之前干过的几家也是同样的情况。每次辞了工以后，他都要去道外的销金窟挥霍。他一个做长工的，上哪儿去弄的那些钱呢？他去我家之后，肯定没少听白珊珊传魏姨的闲话，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发财机会，就去勒索。又因为他呢贴身照顾我爸，估计魏姨啊也怕他对我爸不利，所以到最后也没敢告诉你，合情合理。那既然是这样，文一为什么要包庇这个烂人呢？他有什么秘密吗？烟膏。找什么呢？呀，司徒先生，您怎么神出鬼没的？这样是会吓死人的。这不，今天文姐让我好好打扫院子。您瞧，我正专心干活呢。你这每天扫扫地，能赚不少钱啊。嗨，司徒先生，您可别再打趣我了。这不家里人生病了，着急用钱嘛，我才管账上提前支的呀。哎，我上次都跟您说清楚了。可你没说清楚，你去汇芳里的钱是从哪来的？司徒先生，这年头，谁手头有个钱，不想去那儿见见世面？没准还能碰到个有钱的主顾呢。骆少爷也去过，谢家的那个公子哥，还是那边的常客呢。连文姐，她若没去过那边，我哪能寻得到这门差事啊？您要是怀疑谁有钱，就去过16道街那儿，那满屋子的人都脱不了干系。可这满屋子的人也没人朝李记家掌柜勒索呀。现在你们家老爷因为一桩勒索案被杀了，而恰巧家里却住着这么一个惯犯。说什么勒索呢？是我好心帮他们保守秘密。李记的掌柜看我忠厚老实，便多赏了我2个子儿而已。这钱，您和骆家的各位主子可瞧不上眼，我哪里犯得着为这仨瓜俩枣的杀个人不是？这骆家的秘密，不比李记掌柜家多呀？有啊，司徒先生，我也就是同您说说，省得再把我当成杀人犯，那我可干不来这活儿。什么人有秘密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。老爷就有秘密。
我就想着把老爷这个秘密给他翻出来，替他分分忧，不然他经常一个人念念有词的发呆。你真是一个善良又体贴的人，可不是嘛？可惜啊，你们家老爷没能理解你这份苦心。谁说不是了？要是早一些告诉我，他也不会被杀了，不是？那被杀的不就是你了？可我知道谁是凶手，我说了您可别不信。凶手就是文杰。你收了文怡的钱，就是这么替他保守秘密的？他都跟你们说了？他这是恶人先告状，叫您怀疑我。苏先生，您不能中了他的计啊！他一定是杀老爷的凶手。就在前2天，我还听见他和老爷吵架，老爷还特别生气的叫他滚。所以你就用这件事勒索他？我勒索他，是因为他做了假账，亏了家里的钱。我勒索他，我还帮老爷挽回一些损失呢。老爷和他吵架，肯定是老爷发现这事儿了。他亏的那些票子，足够坐好几10年牢了。您说这换作是谁，谁不起杀心啊？夫人，夫人，案发之前你也翻过这张桌子吧？有没有看到银刀？那银刀可不是我拿的，银刀是我们家老爷买的，我拿出来看看不行吗？什么案发前案发后的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你们甭想冤枉我。当时我听着前门后门都有人要进来，我就走了。要说银刀谁拿的，肯定是后进来那人呗。那是几点？下午6点。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主家说话你插什么嘴啊？文怡都怎么教下人的？反了天了你！夫人，那天你走的时候，是不是忘了把桌布盖上？我也是这家的女主人，我翻翻自个儿家抽屉怎么了？这1个2个的都像防贼一样防着我，我当然不能让他们撞见我了。那天我走的时候，那把银刀分明还在桌子里，这事儿你甭想赖着我。司徒先生。啊，我想找一下文怡。啊，文姐她出去了，不过晚餐前肯定回来了。你怀疑他是凶手？你们老板呢？哎，我就是。你们这2天收过这种戒指吗？老张前2天让我们瞧过，新得了这样的一款指环，怎么着？是赃物啊？老张是谁？就是隔壁烟馆的老板呀。来我们这儿的，没有几个是财路正的。2位要是丢了东西，就认了吧，别亏了我们这些小本买卖。小本买卖，我看你们财路最不正。哎，你走吧。让开！让开！站住！让开！那不是被通缉的骆家少爷吗？对呀！快去！走！站住！
把这给我抬起来！是吧？起来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嘿，原来是你这个臭小子！哎，带走！等一下，你也在，肯定是同伙，一块儿带走。等一下，我能证明，骆少川没有作案时间。你拿什么证明啊？啊？他。我听说案发当晚9点半到9点45之间，你一直在房里对账。是。那如果骆会长刚好在这个时间段被杀，你就没有不在场证明。当天下午6点，你已经去过一次后门吗？我没有。白珊珊打开了藏品柜的抽屉，听到后门有动静就赶紧离开了。紧接着谢化进门，看到你在关抽屉。当时，你是从后门进来的。我刚从外面回来，怕耽误事儿，走小路而已。那你关抽屉的时候，看到银刀了吗？我不记得了。所以当晚9点半，你从书房外的走廊去过后门？没有。当晚。方红一直尝试偷听骆会长在屋内的谈话，但却什么都没听清。可你却听清了，所以只有2种解释了。第一，当时你就在屋内；第二，当时你就在书房外的这条走廊。总之，不会在你所说的楼梯上。司徒先生。这些都只是你的推测。司徒先生，司徒先生，怎么了？这么急？谢叔叔在门口遇到的那个男人已经抓到了，他都招了，什么都说了，就是他杀的大伯。还真是他杀的人？不可能是他，他没有杀，他不是凶手。你凭什么说他不是凶手？老爷被杀的时候，是我和他在一起的。哦，合谋。不是，里应外合，杀死顾冲。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可就这么写了啊。他是来找我借钱的，买凶杀人，只是借钱而已。他是我家的远房亲戚，刚从乡下过来，我们约好的是晚上拿钱。可下午老爷说，谢局长晚上要来。一般家里来人，晚餐都会结束的比较晚。我怕他来了找不到我，会闹出什么事情，就在晚上6点钟在后门留了张字条，让他多等我一会儿。我9点半就过去。作案的时间是晚上9点半。那你这买凶杀人花了多少钱？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杀人啊？我当然有证据了，我没有证据能把你叫过来吗？我都忘了，你们最擅长的就是不分青红皂白。不是我们不分青红皂白，是你实在是处心积虑呀。你以为你在大烟馆里找一个整天混吃等死的来作案，我们就找不着他了是吗？不可能啊，这不是还是把你给找来了吗？快说，买凶杀人花多少钱？我买凶杀人，你倒是说说，我为什么要杀死老爷？为什么？全世界都知道你想成为骆太太，可最后骆文生娶的不是你，因爱生恨，这就对了。对，我是爱过老爷，但我从来没有恨过他。要恨，也是恨铁不成钢。你逗死我了你！人家哈尔滨首富，你还恨铁不成钢？你还要他成什么钢啊你啊？你呀，你就是因为啊，他娶了别的人没娶你，在这之前你们俩还大吵了一架，对不对？他还让你滚出去。不对，我要再跟他聊聊。
老包马上就让他认罪了。他不是凶手。你说什么？如果这些年一直勒索魏敏熙的人是文一的话，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做那个假账。更何况这些年骆家的家用都没到2万大洋，他何必让人捏着这个把柄？如果问心无愧的话，何必说话支支吾吾的？这也是我要知道的。我什么都掌握了，就看你怎么说了。谢谢。你跟老爷吵架，是为了他结婚的事情。我现在再怎么解释，你们都不会相信的。那还问我做什么？你不想让魏敏熙进门，存的也并不是什么私心，而是你早就知道，他杀了人。3年前，魏敏熙的丈夫还在世的时候，我曾见她去过她丈夫常去的小酒馆。这个女人自己是不喝酒的，我当时出于好奇，就在外面多看了一会儿。她好像是问了掌柜的几个问题，又给了掌柜的一些钱，就出来了。她一出门，我就觉得她很不对劲的样子，好像是很慌张的就回了自己的家。我当时觉得这件事情不妥，就一直在暗中盯着她，一直盯到当天晚上。我还亲眼看到他把白天买的那坛酒倒在了家门口的树里。后来就这件事，我还去问了谢医生的意见。谢医生说，如果是砒霜中毒，那么人的肝脏、胃里就会出血，她的死法就和喝酒猝死如出一辙。如果当年她的丈夫是中毒而死，那么开棺验尸就可以定论的。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爷，可老爷不信。我不能见着这样的一个女人嫁进骆家来，就把这件事情当作听来的谣言告诉了白珊珊。白珊珊果然上当了，她就四处去说，去阻止魏敏熙嫁进来。可是到最后，还是没能阻止老爷娶她。魏敏熙当初为了嫁给您就杀死了她的丈夫，您就不担心日后她为了骆家的财产就杀了您吗？我娶了亲，还要你们来批准？老爷，我在这里当管家快20年了，我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您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想想少爷呀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魏敏熙谋杀亲夫的话是谁传出来的。你要是不想干了，现在就可以滚。你见自己没办法说服骆会长，就转身勒索魏敏熙。不是啊。然后眼见事情败露，又买通了那个杀手去杀了魏敏熙。他当日找你要钱，要的就是这笔钱，对不对？不是。我们发现你给他提供了不少资助，这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是需要你做假账、省吃俭用才能支付的一笔巨款。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远房亲戚，没有必要帮衬到这个地步吧？你能一次次拿出这种巨款去资助一个不相干的人，你们背后若是没有见不得人的关系，还能是什么？走，走快点！哎，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？你要不说，可打他了啊！你不要动他，他没有杀人，他不是凶手。我要知道真相，只有你说出来，我才有办法帮你。他是我儿子，我们没有杀人。当晚我们在后门见面的时候，喝醉酒的少爷就在旁边，是我让把少爷送回饭店的。那么大冷的天儿，我怎么可能让少爷就那样一直躺在地上？如果我要杀人，我给自己找这种麻烦干嘛？这些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
一个女人未婚生子，不得万不得已，谁会把这种事情说出来？我当时太年轻，我家人知道我怀了孕。是有效果的，只是最近这几天谢医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我儿子才会犯了大烟瘾又去抽烟的。你就是不信我，你也要问问他呀。他刚说的谢医生是谁？啊，我儿子，一名医生，这2天去广州开会了。烟馆的账我对过了，对不上。如果是你勒索的魏敏熙，没有必要在账面上做手脚，最后反而被方红勒索。你确实没有想过为了自己多拿骆家的钱，可你这样做会把你们2个都拖下水。我要是不给他钱，他就有可能去偷、去抢，我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怎么绕来绕去又回到了原点？罗少川，他儿子，白珊珊、邹景轩，还有那群下人，都不是凶手。那人是谁杀的？司徒先生。我想再看一眼魏敏熙的卷宗。请。哎，你看你查来查去，全都是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。我们办案也是要考核效率的。行了，这不是你的专业，就别在这儿掺和了。我让他们放了骆少川，你把他带回家好好歇歇吧。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吧你？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你们要是敢把我们骆家少爷给伤了，我们饶不了你们。这笔账我记下了啊。别记仇啊，罗少爷，我们这也是职责所在。话说回来了，虽然说是谢局长把你给保出来的，但这案子还没调查清楚，你也不能说就完全没有嫌疑了。我说的对吧，司徒律师？对。多谢包警长跟谢局，我们先告辞了。行。还什么嫌疑不嫌疑的，人不都抓了吗？这次要不是我们静轩去还支票闹这么一出，这案子还不定什么时候水落石出呢，是吧？真是千防万防，家贼难防啊！妈，行了，婶儿，凶手没查出来呢，文姐不是凶手。他不是凶手啊？那是谁呀？嗨，算了，管他是谁呢。说正事啊，少川，这次这事儿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那支票是我让静轩偷的，你可千万不能记仇啊！你要是真的记仇的话，
你别记静轩的仇，你就记小婶的仇，听见没？哎，你这么晚去哪儿啊？妈，你别说了。你看我这个傻孩子，不是为你俩好吗？我得感谢你啊，不用客气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想拜托你。你说。我想请你一定帮我找到杀害我父亲的凶手。你不是凶手？不废话吗？文一跟他儿子应该也不是。文姐吧，虽然过分了点这次，但是情有可原，功过相抵。白珊珊跟邹静轩也不是。方红不是，骆家其他的下人整晚都在后厨帮忙，就更没时间去杀人。到底谁可疑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报社临时有事给耽误了。恭喜骆少爷重获自由。坐下吧。这次请你来，我想重新调查一下骆文生的社会关系。不可能！想排查我爸的社会关系，你得从整个哈尔滨的常住人口开始查起，从福家店到北市场，从南港一直到双城府，全都得查，不分高低贵贱的查。老了去了，这确实不好整。我觉得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梳理一下，杀害骆会长再嫁祸给骆少爷，什么样的人能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？一定还有什么我没注意到的。已经看了这么多遍，还没有发现线索，一定有什么我们遗漏掉的地方。金启明，怎么了？啊，录音室，这是跟遗嘱一起的。原本呢说要一起交给魏明熙的，但是你回报社找个录音机来。录音机？哦。你现在去个地方。你至少先跟我们说说，我们等那录音机长什么样吧。大概这么大，带个手摇的把手，还有个喇叭，很重。司徒大哥，录音机我拿来了。这个我见过。老爷房间有一个。有一次我想帮老爷擦擦灰，他还把我训了一通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玩意儿呢。不过现在好像没有了。找到了。我试试还原一下案发的整个过程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们都陷入了凶手布置的陷阱里。真正的案发时间，不是9点45，也不是9点半，而是9点以前。不可能！9点半的时候，骆会长明明还活着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想和你说的一件事，却不知该如何。这个声音是。我饱受这件事带来的困扰，生怕有人夺走一切。我本以为，只要给钱就可以息事，真没想到，近来失手要钱的次数就越来越频繁。我不想受制于人，不想让对，是这个声音，和我那天听的一样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少川回来了呗？难道是少川杀了大伯哥，在里面模仿他说话？陆少川，婶儿啊，我可不在书房。对，
是这样，那天打开书房的门，椅子就是这样放的。这个椅子的角度，刚好挡住这台录音机，让门口的人没法一眼瞥见。当晚9点半发出声音的，正是这台录音机。因为录音机的声音很小，所以方红没有听清楚具体的内容，而文一则是会以为是骆会长在给人交代事情，因为当时播放的正是他读信的内容。但是案发后，录音机就消失了，也就是说，有人回到现场将它取走了。对，因为凶手要取回证据，所以他必须第一个赶回现场。如果是这样，凶手在我离开后就通过窗户进入了书房，迅速杀了骆会长，放下你所谓的录音机，制造9点半骆会长还活着的假象，然后再离开书房，时间也很充裕。可他除了杀人，还要嫁祸。一双军靴鞋印被稳稳地印在了窗台附近。除此以外，这个人还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客厅里面的匕首。匕首最后一次出现在藏品桌的时间是晚上6点。任何人在我们吃饭的时候，都可以从那张桌子里把它拿走。对。当天遇到骆少川的人很多，能从窗户进入书房的人也很多，能拿走匕首的人就更多了。可知道骆家有录音机的人不多，所有条件综合下来，能做到的就只有谢局长你一个人。我看你是调查这桩案子，调查的犯了魔怔了。这种阴谋论都想得出，我怎么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拿走那么大个东西？啊？那就要问你了，这么薄薄的几页卷宗，你偏要带这么大的一个箱子装过来，你说为什么？手头没有合用的箱子而已，更何况我也没有杀人的动机呀。这个人我是不喜欢的，他就像大哥肚子里的一条蛔虫。但要说他杀人，他也是替大哥去杀人的。他杀了大哥，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这些不光是我的猜想，还有证据。当天8点50你离开书房，9点你在门外遇到了那个陌生男人。从这儿到大门口有200米，步行的话仅需要3分钟，而你用了10分钟，整整多出了一个来回的时间。这个来回你在干嘛呢？啊，从你那个大箱子里拿出了那种只有骆少川会穿的军靴，你偷偷摸摸、小心翼翼地弄脏鞋底，然后留下了所谓的证据。接着你去酒吧找骆少川，你太了解他了，你知道，只要跟他说你的父亲被你气病了，他一定坐不住，一定会按你说的晚点回来一趟。你到酒吧确认骆少川已经离开，少川呢？骆少爷走了呀。然后你火速赶回骆家，在潜入书房出来后，故意遇到了方红。骆少川回来没有？一切都如你所愿。第2天执行抓捕的时候，你想要的只有2种结局：要么打死骆少川，死无对证；要么放他走，让他永远也不能回来。我跟骆会长多年的交情，我不想看到他家断后，抓捕的时候小心点。是。只要骆少川一日不被捕，就一日不会有人想到此案另有隐情。说起来，你的运气有点太好了。前一天晚上，骆少川喝多了，他根本就不记得当晚发生的所有事情，而邹敬轩的证词又延迟了案发时间，无形中帮你提供了一份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而你作为本案的主要调查者，只要你不揭开录音机的秘密，骆会长的死亡时间就永远会在9点半到10点之间。可惜啊，你的运气也不算太好，椅子被人动过，这么一个微乎其微的小细节，偏偏被方红记住了。以及骆少川在之前就认识了我。
最重要的证据，这张录音纸也是在你家找到的，上面录着的才是那封信上真正的内容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想和你说声对不起，这件事儿不知该如何启齿。这些年，我饱受着这件事带来的困扰，生怕有人夺走一切。我本以为只要给钱，就可以息事宁人，却没有想到，近来伸手要钱的次数越来越频繁。我不想受制于人，不想你受制于人。我要在结婚前彻底了却这件事。我想，我们注定是没有缘分。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。捎信的人也不是骆文生，而是你。不应该的，不应该！骆少爷，哎，少帅，拦着他，快拦着他！他拿你当最好的朋友，你为什么杀他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也不知道，那封信里完全没提勒索魏敏熙的人到底是谁。对，是我勒索的魏敏熙。当初我包庇了他，他应该好好感激我才对。可他却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骆文生，他想和我鱼死网破，那不行，我要杀了他，我要让他永远闭嘴。可我去晚了，我到的时候，他已经给骆会长写好了那封信。印记落在了第2张纸上，指名道姓地写了我的名字。可是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又重写了一封信，一封没有提到我的信。我千算万算，没想到被一个女人给算计。你现在隐瞒真相没有任何意义。这就是真相，没有隐情。我缺钱呀，我要走动，我要社交，我要往上爬。我只是个副局长，我要走的路还很长。我不想被人指着鼻子说我是靠骆家的关系爬上来的废物。我要钱，我去勒索魏敏熙。我知道她老公的死不是什么喝酒喝的，是下毒。谁能比我更清楚这件